很多人可能都见过或者做过 CT 或核磁共振检查。核磁共振一听就感觉很高级，据说它不仅看得清楚，还没辐射，所以不少人想着如果要做检查就做个核磁共振，甚至医生推荐 CT 时心里还犯嘀咕 CT 是不是检查的不够彻底。如果你平时有这样的想法，今天这个视频您就得好好看了，因为对这两项检查最大的误会不光是很多人本能的觉得哪个更贵更复杂就一定更好，还有对辐射的恐惧心理。但有时候可能看似高级的核磁共振查不出关键问题，反而 CT 检查才是医生判断病情甚至是救命的关键。下面我们来讲讲这两个检查分别是怎么工作的，它们各自的强项和短板在哪儿，辐射这事儿到底怎么看，还有医生给你开哪个检查，这背后有什么考量。视频结尾有表格总结，希望看完的你下次如需检查时心中有数。首先我们从核磁共振说起，核磁共振英文名叫 MRI， 一听核磁共振里面有个核字，很多人心里咯噔一下，会联想到核电站、核武器、核辐射之类的。实际上核磁共振的核指的是氢原子核，在医疗应用时具体是指人体内水分子的氢原子核，利用的是原子核在磁场里的物理特性，跟核电站、核武器那种核裂变、核聚变产生的电离辐射完全是两码事儿。而且核磁共振用的磁场能量级别经过实验和校准，操作流程又可控有规范，对人体是安全的。所以核磁共振检查室的大门那么厚，并不是为了防辐射，而是因为有强磁场，如果不把门做结实一点会有安全风险，同时还能隔绝噪音，减少外部无线电波的影响。而医生在隔壁房间操作检查也不是为了躲辐射，只是需要一个安静的诊断环境。核磁共振到底是怎么看见人体内的组织器官的呢？你可以这么想象，咱们身体里最多的就是水，水分子里面有氢原子核，平时这些原子核就像一群活泼可爱的小朋友，乱七八糟的站在操场上。核磁共振的机器不是有个强磁场吗？就好比是体育老师带着口哨来了，老师一来，所有小朋友嗖的一下立刻排队立正注视，接着机器会短暂的发出一个无线电波脉冲，就像老师吹了一下口哨，小朋友们被激发起来，向左向右看齐，脉冲一停，指令结束，小朋友们就放松，稍息回到原来的状态。就是在这一立正稍息的过程中，他们会释放出一点点微弱的能量信号，不同组织的含水量不同，因此释放的电信号强弱也不同。电脑会接受这些信号和差异，再把它们翻译成咱们看到的那种人体解剖结构图像。这个过程就像用力摇动鸡蛋，使蛋清蛋黄动起来，再快速停下来，通过它们恢复平静的不同速度来区分判断不同身体组织结构。所以有人开玩笑说核磁共振是一种摇摇看的检查，确实有点道理。核磁共振的临床应用和特点，核磁共振的核心优势是看软组织特别牛，像大脑脊髓神经肌肉、韧带还有椎间盘等这些水分含量高的软组织，核磁共振给出的图像分辨率非常高，一般来说这是比 CT 强的，而且它还能多角度切层，灵活查看是肿瘤还是感染，关键是还没辐射，听起来简直完美。那干嘛不人人都做磁共振呢？实际上世界上就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核磁共振的局限性限制了它的普遍使用。简单总结就是吵慢贵。首先是吵，核磁共振机器工作的时候噪音非常大，有人形容像是周末在家睡觉，楼上装修的电钻哐哐响，以至于检查的时候必须戴耳塞或者耳机。而且在整个检查过程中人不能乱动，不然会让拍出来的图像变得模糊不清，那检查就白做了，钱也白花了。这对病人来说，尤其是小孩子或者有幽闭恐惧症的人挺难受的。试想一下，在一个又窄又长的管子里躺半小时到1个多小时，要纹丝不动地忍受那么大噪音，想想都觉得难。所以对一些低龄儿童有时还得使用镇静剂。其次是慢，核磁共振的设备又精密又贵，大医院也没有几台，每天能做的名额有限，经常要排队检查。另外就是检查本身也比较慢，一个部位要反复扫，检查报告通常要等个1-2天才拿得到，这对于急诊来说根本等不了，耽误不起。最后就是贵，一次核磁共振检查的费用通常是 CT 的几倍，医保报销比例也有限，对普通家庭来说是个不小的开销，所以医生也不会随便开，除非病情确实特别需要，否则不会轻易开。当然核磁共振也有一些注意事项或禁忌，最主要的就是身体里面装了金属的东西，比如心脏起搏器、身体里有遗留的金属异物等。这些金属物一旦进入核磁共振的强磁场，可能会发生移位失灵发热，甚至造成严重的身体伤害，危及生命。
所以检查前医生一定会反复确认这些情况，患者也必须如实告知自己身体的情况。另外，核磁共振也会用造影剂，也可能诱发一种比较罕见的并发症的风险。肾不好的人使用 CT 和核磁造影剂都要小心评估风险。还有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严重幽闭恐惧症的，或者完全没法保持安静不动的病人，可能也做不了这个检查。CT 的原理又贵又慢又吵，这3大硬伤就决定了核磁共振虽然技术挺先进，但不是一个能随随便便做的检查。那跟它比起来 CT 又是什么情况呢？ CT 又叫计算机断层扫描。如果说核磁共振像个搞精雕细作的艺术家，那 CT 就有点像雷厉风行的急先锋。它的原理是用 X 射线，但跟咱们拍普通 X 光片不一样。 X 光片是射线穿过整个身体，在底片成像，像把一个面包整个压扁了，看里面的东西都叠在一起了。 X 线最大缺点是受制于深浅组织的影像，相互重叠和隐藏，有时需要多次多角度拍摄 X 线片。 CT 的 X 射线源和探测器是围着身体高速转圈的转圈扫描，每转一圈就有一个身体横断面的数据，就像把面包切成一片一片薄片来看，所以也叫断层扫描。然后计算机再把这些2维的切片信息处理一下，重新组合起来，不仅能看到里面结构的细节，还能合成出3维的图像。有时候光做平扫看不太清楚，还会使用造影剂，这样就能大大提高不同组织的对比，增加血流灌注信息，提高诊断的准确性。 CT 的一个优势就是快，一个部位的扫描快的几秒钟，慢的也就几分钟就能搞定，非常适合急诊，比如外伤或者突然胸口疼、肚子疼，这些需要赶紧明确诊断的情况， CT 就能展现它的速度优势。除了快， CT 在某些领域的分辨率以及诊断价值也非常高，比如说看骨头的细微结构或者隐匿性微小骨折， CT 通常比 MRI 和普通 X 光片看的都更清楚。还有肺部 CT 能发现普通 X 光胸片很难看到的微小结节，这对早期肺癌筛查特别重要。虽然核磁共振看软组织厉害，但肺里面充满了气体，会干扰核磁共振的信号，所以看肺核磁共振的效果反而不如 CT 好。再比如肝脏、胰腺、肾脏等这些实质性器官， CT 也能提供非常好的诊断信息。还有一种特殊的 CT 叫 CTA， 就是 CT 血管造影及3维重建，先打造影剂，然后做 CT 扫描，能把全身的血管都显示得很清楚，能看到动脉有没有狭窄堵塞，有没有动脉瘤或血栓，价值特别大。 CT 的辐射需要担心吗？这么一说， CT 简直是个全能选手啊，从头到脚，从急诊到常规检查用途太广了。确实是这样的， CT 在临床一线解决了大量的问题。不过还是要说一下大家最关心辐射问题。首先必须明确一点， CT 确实有电离辐射，但脱离剂量谈危害并不科学，就像我们吃药也会担心副作用，但药物的上市使用都经过了大量的双盲实验和长期临床验证，是证实安全的。其实说到辐射，咱们生活中时时刻刻其实都在接受来自自然环境的辐射，比如土壤里、空气里的宇宙射线，这些被称为本底辐射。参考这张图，做一次常规的胸部 CT， 辐射剂量大概相当于在自然环境里生活 2.6 年接受的本底辐射总量。尽管如此，仍然在医学界认为的安全可控的范围之内。绝大多数医学影像检查，包括 CT， 它的辐射剂量都远远低于能够造成确定性伤害，就是肯定会发生的伤害，比如皮肤烧伤、掉头发的那个阈值。那大家担心的致癌风险呢？对于这种低剂量的辐射，主要是讨论它可能带来的那种随机性效应，即是否会非常微小，且随机的增加未来得癌症的风险。但其实这是一个极低概率事件，而且这更多是基于对大剂量辐射研究结果进行外推得出的理论模型。最终咱们还是要看那个基本原则，即获益远大于风险。你想啊，如果一次 CT 检查能帮医生确诊，比如发现了一个早期癌症，或者明确了脑出血的位置，并及时治疗，那它带来的健康好处是远远超过那一点点理论上的潜在风险的。所以不能因噎废食，咱们真正应该警惕和避免的是那些没必要过于频繁的重复检查，而不是拒绝医生认为有必要的检查。那一般来说，成年人1年做1-2次 CT 安全吗？对绝大多数成年人来说，1年进行1-2次必要的 CT 检查通常认为是安全的，但有几类特殊人群要注意。首先就是孕妇，这个大家都能理解，主要是担心对胎儿的影响，因为快速分裂的细胞对电离辐射更敏感，
确实存在增加流产畸形发育异常的风险，尤其怀孕早期是器官正在形成的关键时期，所以医生会尽量避免给孕妇做 CT， 尤其是腹腔、盆腔的 CT。不过咱们也要客观了解，不是说怀孕时做了一次 CT， 将来孩子有什么问题都赖他。其次是儿童，小孩子的组织器官还在发育当中，对辐射也更敏感一些，因为他们年龄小，暴露后潜在风险存在的时间也更长，所以对小孩做 CT 会更谨慎，遵循尽可能少和剂量最低化的原则。然后是对含碘的造影剂过敏或者肾功能特别不好的人群，做增强 CT 的时候，造影剂可能引起过敏反应，而且它主要是通过肾脏排出去的，会加重肾脏负担，所以检查前一定要告知医生您的过敏史和肾功能情况。最后，因为乳腺对辐射也相对敏感，所以一些乳腺癌高风险人群也要注意，医生可能会优先推荐核磁共振或者其他更安全的检查方式。根据什么来决定做什么检查？讲到这里，想必大家对这两种检查的优点、缺点、风险都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了。那平时看诊时，医生面对一个病人，选择 CT 检查还是开核磁共振检查，是根据什么来决定的？首先根据患者的症状，初步判断哪种检查对搞清楚病情最有帮助。比如怀疑是急性的脑出血，对 CT 几分钟就出结果了，核磁共振得等半天甚至更久。怀疑肺里面有个小结节，通常 CT 看得更清楚。怀疑是膝盖韧带撕裂了，那 MRI 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怀疑是很细小的骨折， CT 可能更敏感。其次，根据病人的身体条件，判断是否允许做这个检查，有没有 CT 或核磁共振的绝对禁忌症，这就是需要个体化考量了。最后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因素，就是经济性问题。在保证能诊断清楚的前提下，如果花几百块钱做个 CT 就能解决问题，医生通常不会让患者花更多的钱做个核磁共振。用最合理的成本达到明确诊断的目的，是对患者负责的表现。所以医生选择哪种检查是一个综合的病情，需要患者身体条件、安全性、检查快慢，甚至费用等等一个多方面权衡的结果。如果您对医生的检查选择有疑问，不妨可以坦诚地跟医生沟通交流一下。好了，今天咱们把 CT 和核磁共振这两个影像检查由里到外深入讲了一遍。简单总结一下， CT 和 MRI 各有优劣，不是谁好谁坏，谁取代谁的关系。医生会根据病情，根据病人情况选择最合适的检查项目。大家最值得警惕的不是辐射，而是过度检查。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视频对你有用，欢迎点击订阅。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赞、评论和订阅哦。你的支持是我们持续更新的动力。